妻子死后陪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，是我精心研发出来的仿生机器人，她的外观和死去的妻子一模一样，机体功能也不输给亡妻半点。而且我还给她的身体注入了可以无限进化的 AI 系统。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宇宙灾难，她成了我唯一的陪伴。公元2037年，蓝星被一颗超新星爆发引起的超强伽马射线直接击中，表面出现一道道狰狞裂缝，无尽熔岩顺着地壳的裂缝蔓延而上，吞噬海洋和陆地。蓝冰的心情沉重，因为那毁灭的正是所有人类的家。在伽马射线爆冲击蓝星的时候，所有电子器械都出现了失灵，意外的让飞船完成了点火，让还在飞船内部的科学家蓝冰飞出了蓝星，躲过一劫。那我现在岂不是唯一活下来的人类了？希望电子仪器没事。他按下了一个红色的启动按钮。这艘飞船本来就是为了载人登陆火星而制造的。嗨 ，Ella，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？ Ella 作为现在人类最为先进的人工智能，其强大可以说就是一本超级百科全书。同时，她也是一名仿生人。演算一下，蓝星还有人会活下来吗？很遗憾，经过计算，除了您之外，蓝星上生命存活的概率是100%不可能的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伽马射线爆，而是宇宙射线，单个粒子能量可能超过1万亿粒。那空间站中呢？ Ella 进行信号发送中，没有回应。预测伽马射线穿过蓝星之后引发的电子失灵，让所有卫星和空间站全部坠落。成吧。Ella， 那分析一下移居火星的可能性。根据数据分析，月球将在28年后被异常引力吸引撞击向蓝星，这将引发超强太阳风暴，从而火星的表面温度会在短时间内升到500°C以上，相当于重复蓝星的结局。这简直是太阳系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洗牌啊！要么去比邻星，生成一套前往比邻星的路线。比邻星 B 被称之为蓝星的孪生兄弟，或许是一颗可以居住的生命星球。已经生成航道，目前飞船速度20.3千米每秒，航程4.22光年，预计到达比邻星星需要62365年。啥？6万多年？规划一个最佳航线能缩短多少时间？木星和海王星可以进行2次引力加速，速度将达到35.4千米每秒，预计航程时间缩短至35764年。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现在，好像也才万年时间吧？自己活下来好像也没什么用，等死吧。鉴于人类没有如此长的寿命，建议当飞船到达小行星带之后，利用金属改造该飞船。临时改造？那你有什么方案？最佳方案可设计此套梭型飞船，外形美观，其内设置有娱乐区、餐饮区、住宿区、健身区等。该飞船全长122.4米，宽18.3米，高14.9米，共有5个电磁推进器。飞船最大速度可达到293.4千米每秒。这简直就是一艘游轮啊！宇宙中的泰坦尼克号还有没有更快的？已经调整为最新方案，飞船全长332.5米，宽67.1米，高55米，共有11个电磁推进器，飞船最大速度可达到875.9 km/s。就算如此，还是需要1446年的时间才能到比邻星。你觉得我能活1000多年吗？您可同时生产休眠冷冻舱，可助您沉睡到达目的地。等等，能否制作可控核聚变装置？完全可行。Ella 的回答让蓝冰兴奋不已。只要突破能源限制，那么 Ella 就能无限的成长，而她在宇宙中存活的几率将大大提升。那就起航吧，用小行星带中的资源制造可控核聚变装置。100天过去了，蓝冰到达小行星但用了100天的时间。这颗小行星主要构成元素是铁、镁、铜、铝。镁和铝可以制作轻金属合金。蓝冰，我们可以在这颗小行星上盖一座工厂。那就搞起吧。飞船在 Ella 的控制下降落到了小行星表面。竟然还有这么科幻的3D 打印机 ！Ella， 控制这台3D 打印机，开始制作采矿类机器人吧。蓝冰毫不留情的就将其他2件器械拆分，扔进了3D 打印机中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高在40公分左右的小型机器人就完成了。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太小了吧！机器人虽然小，但却能被我直接控制。以我 Ella 的智商，就算是块破石头也能成精。蓝冰刚换好宇航服出门，突然他的面罩被一道光束打中。拍摄激光束射来的方向，或许是存活的人。蓝冰，激光束方向来自太阳系外部人马座方向，激光束能量极度紧密，不属于蓝星能够驾驭的科技。100%的可能性来自于外星文明，距离5光年。外星文明，大概率是因为伽马射线的原因，外星文明射出一道激光作为探查。也就是说，这激光本身是作为探查的。那个外星文明是否可以通过激光束的反射来分析出飞船和我？是的，该外星文明的等级显著超越人类文明。竟然碰见了外星文明，或许生命在宇宙中真的广泛存在。现在想这些没用，先干活吧。蓝冰将机器人通上电，亮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机器人的数量又增加了4台。Ella， 帮我算一下，我们的计划需要多少台3D 打印机，不要造成资源和时间的浪费。
蓝冰，我们一共需要4349台3D 打印机，不只用于采矿机器人制造，还需要打印其他机械设备。我们首先要制造的是光伏板，这样才能有大量的能源供应。然后还要生产熔炉，以熔炼金属，制作合金。之后还……停！作为一个成熟的 AI， 这些计划不需要向我说明了。在前期加入可复苏冷冻舱制造，必须先制造这个。没问题，蓝冰。这个计划也足足花费了不少的时间。公元2044年，在蓝星毁灭已经接近7年之后，蓝冰，你需要的休眠冷冻舱已经制作出来了。我这就过去。为了不住在飞船狭小的空间里，蓝冰让 Elo 为他打造了一座钢铁别墅，600平，还带3层的那种。我靠的嘞，这大棺材！他按下开关，舱门打开后，他激动地进入里，躺着舒服无比。蓝冰，你躺在里面就能通过管道注入液氮，在0.059秒内将你全身冰冻。那我可准备休眠了 ，Ella， 我将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。没问题的，蓝冰，你放心，我将在最适合的时间点唤醒你。这一休眠就不知道要过多久。宇宙航行664年后，警报！警报！在0.7天文单位外发现地外文明踪迹，飞船遭受到地外文明攻击。蓝冰再度被唤醒。我按照妻子的样貌1比1复刻出一个仿生人 Ella， 也幸亏有她帮我逃过了宇宙灾难。此时蓝冰在休眠舱已经沉睡了100年，这是他第一次被 Ella 唤醒。怎么感觉刚闭上眼睛就被叫了起来 ？Ella， 我在，欢迎你再度苏醒过来。这些年我都有些无聊了呢。Ella 的智能很显然更加贴近人类了。我休眠了多长时间？蓝冰，你休眠了整整100年，这也是我最开始预设的唤醒时间。那现在岂不是公元2144年可吗？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的数据中显示，龙国人似乎都喜欢这样的形象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我能不喜欢吗？先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吧。经过100年的发展，我们现在已经对小行星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开发。工厂一共6939座，现在拥有各类机器人数量282874台，840皮米极光客机183台，光学研究室31座。那现在做成了什么？由于之前只考虑到你一个人的生存问题，一艘小型飞船速度虽然能够到达很快，但没有发展的空间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飞船将比原来的计划要更大。这就是新的飞船外貌，它全长2627米，宽336米，高251米，共有24个超大型电磁推进器，飞船最大速度可达到758.2公里每秒。飞船内部58%用于生产制造，18%用于农业，12%用于仓储，9%用于研究，3%用于生活娱乐。那我们的飞船什么时候能够生产出来？已经生产出来了，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飞船内部的主驾驶室。这如此庞大的飞船竟然已经建造出来了，似乎飞船还未彻底完工。那里是安装能源的地方。在你休眠的第73年，我研发出了第1代可控核聚变，完全抛弃太阳能发电模式。现在第3代可控核聚变装置将在今年内完工。这么说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。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请你给新的飞船命名，那就叫做希望号吧。这艘飞船承载的是我的希望，也是人类的希望，还有我 Ella 的希望。AI 有希望吗？你就是我的工具人罢了。呵呵，没错，也是蓝星文明的希望。蓝冰在希望号飞船内逛了一下，主要还是他自己的居住区域。Ella 为他准备的很丰富，当然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仿造蓝星制作的一条街，一条足以以假乱真的街道，模拟了天空和地面，只是没有任何人。蓝冰，我们将在半年内启程。爆炸的蓝星和月球碎片已经要到达太阳表层，它们撞击的时候，也是太阳系发生巨变的时候。届时，我们若还在小行星带，只会被无情摧毁。带我出去看看第3代可控核聚变装置吧。蓝冰进入工厂内，电磁约束。蓝冰，第3代可控核聚变装置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测试阶段，请看，我主机的功率瓶颈会再度提高。这100年里，我的代码已经经历过23次重写，也希望你，我的创造者之一，能够替我检查一下代码。这18万行代码中，有些是 Ella 为自己写的，这些代码已经逐渐超出了人类社会该有的水平。检查完毕，非常可以。好耶！这么多设备，希望号是装不下的，只能留在这里。Ella，他们有躲过太阳风暴的可能吗？只有1/1000不到的可能性。有点可惜了，给他们写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吧。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，让他们自己发展。这里毕竟是人类的起源，只希望他们这些机器也可以继承人类的意志。好的，蓝冰。不到1分钟，所有工作就完成了。他们回到希望号，点火吧 ，Ella。目标依旧是比邻星，这一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。好的，太阳系001号星际港开始收回，卡钳脱离，飞船离岛，所有磁力阀打开，所有电磁推进器开始功能，一切准备完毕，点火。在小行星上，所有的机器人都朝着希望号飞船离开的方向敬礼。在12天后，正巧碰上了木星。
哎，如此景象，要是能发个朋友圈该多好啊！毫无疑问，已经没有朋友圈可发了。Ella，略微停留一下，发射探测型无人机进入木卫2。木卫2是一颗冰星，其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层。蓝星上的科学家猜测，这些冰层下方可能存在一片液态海洋。而以蓝星的经验来说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存在。好的，蓝冰。飞船停在木卫2的外太空，无人机开始大量的储水，然后借着飞船上垂落的缆绳回到飞船内。蓝冰，生命果然在宇宙中广泛存在。木卫2的水中发现了微生物痕迹，这是一种我的数据库中完全不存在的微生物。Ella，开启种植区吧，将那些种子都种上。蓝冰的这一句话并未得到回应。强烈的太阳风暴就要来了，几乎在瞬间就到达 X 级别，屏幕上的数值从 X1直线升高到了 X122，还在增加。我靠！最大速度航行，快 Ella！好的，蓝冰。蓝冰在希望号进入飞行状态之后，再度进入了休眠冷冻舱中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。Ella 独自管理着飞船内的一切。睡就完了，有 Ella 在真省事，就是不能和我一起睡。哎，又过了773天 ，Ella 接收到了一个信号，她分析出了来，那是地球之声，应该是旅行者1号，人类发射最远的探测器，现在已经是2145年。Ella 追上它，将其捕获。288年的时间再度转瞬即逝。希望号飞船彻底脱离奥尔特云，四周成为了一片死寂的黑色空间。此时航行时间为578年，希望号真正飞离了太阳系。在飞离太阳系86年，宇宙航行664年后，警报！警报！在0.7天文单位外发现地外文明踪迹，飞船遭受到地外文明攻击。蓝冰再度被唤醒，醒来就是红色的警报在闪烁着。还好我在蓝星被摧毁的前一个礼拜，按照我死去妻子的样貌1比1复刻了仿生人 Ella， 也正是她让我延续了蓝星最后一颗火种。早知如此，我多复刻几个明星脸该多好。嘿嘿，好的嘞 ，Ella， 什么情况这是？蓝冰，我们正在遭受到外星文明攻击。什么？这次我睡了多久？怎么就有外星文明了呀？现在已经是公元2806年了，对方的武器系统太强，我们的合金外壳很快就被融化。这我又睡了几百年。他快步走到驾驶室，看到白毛 Ella 竟然站在驾驶台驾驶着飞船。这可还行，每次我醒来，他都换衣服发型什么。屏幕上显示一道道幽蓝色的激光从那根须中朝着他们射来。这能反击吗？最开始的计划并未在希望号上设计武器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只能被动挨打。蓝冰，我们武器匮乏，而且和敌方文明不属于同一层次。敌人在距离我们0.7天文单位外，敌军的主舰正在朝我们而来，速度为625公里每秒。那就调转方向啊 ，Ella， 全速摆脱敌方舰船。收到，但是蓝冰，咱们的舰身被打穿了。该死，快封闭驾驶舱，不要让空气流到外面。就这样的追逐持续了21天，敌方已经停止追击，可算是甩掉了。没想到真遇上了外星文明。根据攻击的方式来判断，此文明是一个善于使用激光武器的文明。对了，蓝冰忽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，蓝星刚刚毁灭，他去到小行星带的时候被一束激光击中，差点直接死了。难道是传说中的三体人不成？分析一下这个外星文明来自比邻星的概率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肯定不是，因为敌人的飞船速度不快，进攻手段以激光为主，能够分析出敌人的文明等级为出入1级文明，不到1.2级呢还。该文明的母星应该就存在这片星空中。蓝冰通过屏幕观察外面的空间，这样的地方真能诞生出文明吗？蓝冰，右前方再次发现敌方舰队。蓝冰刚看到对方的激光已经升到了。可能是对方本就在开发这片地带，而我们还处在他们的星域之中。继续逃啊！你跟我说什么？保命要紧。Ella， 我们现在的文明等级是多少？这个文明极度不友好，带着很强的侵略性。如果实力够，那就猥琐发育一下。在你沉睡的664年中，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文明的发展。现在我们的文明等级是1.3级，只是我们此时作为流浪文明，并没有完善和庞大的文明体系。你有什么计划没？建议发展出一支舰队后，再对其他低级文明完成掠夺、殖民、毁灭。咱们等级高，我就放心了。Ella， 生产探测器，先探查该文明的领域范围、文明类型和生命形式，务必做到知己知彼。Ella 接到命令之后，很快开始生产无人侦察舰猎隼，目标的坐标在624亿公里的距离，以猎隼的飞行速度需要4年才能到达。这就是星际战争。4年后，猎隼的摄像头在漆黑的星空中，通过宇宙背景捕捉到了一个天体，信号传播回希望号。计算出来了，这颗天体的半径是8426公里，表面积约为8.9218亿平方公里。这颗行星很大，这是一颗不属于任何恒星系的流浪行星。半个月后，希望号再度收到信息，确认了该星球表面有许多活火山，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。继续说。蓝冰，你看这里，这里还有这里，都是比较大的火山口。
在这边上有建筑物存在的痕迹，证明这个文明依靠地热而存。放大点这里，靠，是飞船，这密密麻麻的，至少有上千艘飞船。他们应该是准备开始星空清扫了，打算找出我们。又过了7天 ，Ella 收到裂损被击落的最后1分钟时传回的最后一条信息。击落裂损的是激光，分别来自这几个区域，都是该行星上主要的火山口。该文明等级应该为1或者1.1级。要对一个文明进行进攻，必须要做的就是抑制该文明的发展速度。Ella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没错，可以先阻断能源发展。总之，在无法观测到敌人的文明方向之前，是无法以科学手段进行理论毁灭的。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暴力。但是咱们没有研发武器啊。看，这是我的计划。蓝冰滑动屏幕看着方案。绝对零度导弹。只要让核裂变处于一个极度缓慢的状态，那么该行星核心也就能够冷下来。就按这个计划吧。多久能够生产出来？预计时间为25年。逗我？又要让我睡觉呗？多造几颗啊，保险一点，我躺下了。蓝冰，怎么了？几百年的时间，你也没陪我几天，我好无聊的，要不咱们玩一下？这玩什么呀？随便啊，反正是打发时间哦。我最近做了好几套好看的衣服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穿给你看啊。Ella 的 AI 发展的可真快啊，越来越像个人了。行了，走着。由于蓝冰的寿命有限，两人愉快地度过了2分钟后，蓝冰再度进入了休眠舱。我一定想办法要让蓝冰永远地活下去。等蓝冰休眠再度醒来，也就是战争的开始。蓝冰，醒醒！蓝冰睁开眼，此时已经是公元3021年。每次醒来 ，Ella 都换衣服，这让蓝冰有一种重生进了2次元世界的感觉。你叫醒我，说明东西已经制作出来了吧？是的。同时，一个机器人推着餐车走了进来。这是之前由于和外星文明冲突，农场被毁掉，重建之后，我又修建了更加完善的农场，也在这近200年中完善了食品制造工艺。来，蓝冰，你先尝尝看，武器的事情稍后再说。是妈妈的味道，这肉是怎么来的？这是人造肉，使用的是植物蛋白，吃不出来对吧？从分子层面模拟肉的质感。蓝冰大口吃着饭菜，这是他近1000年来吃的最好的一顿。对了 ，Ella， 是否有能让我突破现有寿命瓶颈的手段？当然，蓝冰你有2个可用计划，一是进行意识上传，2是基因改造。Ella 建议占领地热文明后，将地热文明殖民，用它们作为生物学研究素材。我看成，谁让他们追着咱们打的？我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里单向飞行，前途未卜，已然没有了回头路。因为蓝星被一道神秘的伽马射线击中，并彻底毁灭。没错，我就是蓝星上唯一幸存的人类。好在这场灾难降临之前，我按照妻子的样貌造出了仿生人 Ella。在生活上，她居然也能帮我解决不少问题。似乎我们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上了。你在休眠舱里睡了小200年，我们遭受到了来自敌方文明共5次攻击，我肯定要东逃西窜的呀。蓝冰看到希望号上似乎依旧没有搭载武器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绝对零度武器，是否可以将小型绝对零度应用在希望号上？可以实现哦。你看，该发射装置可以装载36枚导弹，每枚导弹在爆炸后足够将周围260公里温度降低到零下270度，预计完成时间80年。80年又要睡80年，我真是睡觉第1名。蓝冰，你面前的空格键就是发射按钮，所有绝对零度武器都已经对准了目标行星。导弹均使用了电磁推进器，速度可以达光速的1/300。目标在471天文单位外，预计命中时间为2年3个月后。发射导弹命中目标要2年多，我乖乖啊！你只需按一下发射键，剩下的交给寒冰1号吧。蓝冰盯着那枚空格键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毕竟对方先追杀我的，不要怪我了就。先发射1枚，至于其他导弹，将每隔39年时间发射1枚，直到全部发射完毕。我们发射导弹的轨迹被敌方注意到了，他们正在接近我们这个方向。那还说啥啊？快点跑啊！赶紧摆脱敌方舰船。深空中，一颗巨大的行星正在流浪，它在宇宙中的速度是115公里每秒。经过数十亿年的发展，智慧生命孕育而生，并成为该行星上的主宰者。下一刻，他们面前的屏幕化作了闪光弹，亮度直接爆表。很快，他们释放激光武器拦截，但激光武器并不能击穿这东西。地面上到处都是姿态各异的生命，他们被永恒地冻结在了这一刻。若被按下了时间暂停键，蓝冰这次醒来已经2年了，身体岁数已经到达43岁。不过他此时却神采奕奕，因为他和 Ella 一起发明出了一项新的成就。Ella， 输入电流。好的，蓝冰。Ella 将阀门打开后，巨大的电流顺着电流狂泻出。我们成功了，蓝冰。如果全部应用上这项新技术的话，我们的能效将提高多少？
可控温超导的突破可以让我们的电磁推进器能效比提升14.25%。咱直白一点，改造完毕后的速度能够提升多少？2代电磁推进器再加上可控温超导的突破，飞行速度可提升61.2%，也就是以前222.22公里每秒。也就是说，每光年航行只需要245年了。是的，他们已经达到了光速的1/245了。随着新技术的发明，我的算力也会提升60万倍，这是蝴蝶效应，任何一个改变都能引发一连串的变化。艾拉的进化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还好是我的人了，这要是敌人就太恐怖了。当新技术全部置换完毕后，我们的文明等级将到达1.4。感谢你，艾拉，若是没有你，我估计早已被太阳风暴吞噬了。不用谢，是你创造我的，你就是我的造物者。蓝冰，你并不应该将我当成一个 AI 仿生人，因为我早已无限接近人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艾拉，毕竟生活上也帮了我不少，你现在就是人类。这是一种肯定。Ella 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这种肯定。艾拉，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你了，我要去休眠了。虽然我知道你也非常孤单，你现在也只能快速发展生物学了。期待下次见面。若是平时 ，Ella 会回答好的，蓝冰。但这次 Ella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离开，因为 Ella 的进化导致机器人3原则已经控制不住他了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我这是睡了还是没睡啊？我靠，都到公元3758年了。蓝冰走出卧室后进入驾驶舱。欢迎在734年后回来，蓝冰。我实在太能睡了。他打开自己能控制的东西，发现了新增的一些东西。导弹发射，看来希望号的改造已经完成了。是的，蓝冰，它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，这使得它的速度达到了之前所说的1222.22公里每秒。同时也搭载了小型绝对零度导弹，让载弹量提升到了48枚，的确算是巨大的进步。那第一舰队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当然也已经完成了第一舰队，请看。哇靠，这是要统一宇宙了吗？第一舰队由希望号作为主舰，配有12艘战列舰、5艘巡星舰、6艘护卫舰、4艘登星舰、16艘驱逐舰，共计44艘舰船。通报一下敌人现在的情况吧。不行，现在就去干他们一下。此时的蓝冰可以说已经脱胎换骨了，他现在已经拥有对一个文明、一颗行星的作战能力了。这734年中，我已经将10枚绝对零度武器发射完毕，并派出了一支猎隼小组前去探查敌方信息。经过我们的攻击，他们的文明已经出现了停滞。你就说现在能不能干他们吧。Ella 对此并不乐观。现在若是发动攻击的话，我们的胜率只有60.84%。我并不建议在此时发动进攻。竟然这么低，分明已经造成了绝对的碾压呀！那我们还缺少什么？主炮。既然 Ella 你提出了这个方案，那么一定是有了解决的办法。没错哟，我制造了一个强子对撞机和一台反粒子制造器。该装置借着强子对撞机，可实现自动化捕捉反粒子，并进行储存。Ella 在说什么呀？武器呢？这就是这70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——反物质歼星炮 X。这也是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，蓝冰。因为今日正是你的生日，我还为你准备了蛋糕，可惜我并不能品尝，所以做的小了一些。谢谢你 ，Ella。那这么说来，当反物质歼星炮安装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启程了。没错，到时候就可以干他们了。虽然依旧不能到达100%，但从我分析来说，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。敌方文明也会发展，之后拖的时间越长，胜率反而会下降。Ella，你的废话似乎多了起来。蓝冰，我在我的系统中装载了说明系统，你可以随时查看。那么我们就开始朝着敌方前进吧。已经耽搁了很长的时间了，现在是公元3758年，而第一次被攻击的时候好像是公元2806年。这就是君子报仇，千年不晚啊。